关于北宋的官窑呢，由古至今，许多人都已经讨论过。从最早南宋人龚文健的《复宣杂录》、叶志的《坦斋笔衡》，直到上世纪20年代，中国古陶瓷之父陈万里提倡田野考古以来，众多学者根据田野调查所提出的见解，以及对于北宋官窑窑址的推测，诸如汴京官窑说、鲁山断店官窑说、汝窑官窑说以及最新的张公相官窑说等等，不一而足，众采纷呈。我将分期讨论这些话题。今天呢，就来聊一聊其中的第一个汝窑官窑说。以及北宋官窑和清凉寺汝窑是一回事吗？我将会提到两个人物，一个是我的老师，一位国宝级的人物，汝窑的发现者；另一位呢是捡了汝窑天漏的人，以及他捡漏经历的故事。最后呢，我将根据最新的清凉寺汝窑发掘所提供的证据，提出我个人的一点看法。先从我的老师叶志明先生，汝窑的发现者说起。来美国求学之前呢，我曾经就读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艺术史论系，就是现在的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史论系。叶志明先生呢是我的代课老师，想起当年叶老师带领我们去参观故宫，学习陶瓷史、书法史，至今无比感念。叶老师原是叶赫那拉氏的后裔，曾经的皇亲贵胄。他的父亲叶林志先生呢是定窑的发现者，叶老师本人则是汝窑的发现者。父子两代为中国古陶瓷事业可以说居功至伟。然而由于有人倒果为因，自称汝窑的发现者，而混淆视听，以致以讹传讹，引起各方人士的困惑和质疑。在此呢，我想替我的已故的老师说几句话，看一看叶老师是如何发现汝窑的，也算是对老师的一次纪念吧。河南洛阳和汝州等地以及附近的地区呢，我是比较熟悉的，小时候就去过多次。记忆比较深刻的有两点，一个是现代的砖瓦厂很多，另一个就是古代的瓷窑多如牛毛。如果你以洛阳、郑州、许昌、平顶山画一个圈，就会发现中国古代五大名窑的三大汝、官、钧，以及无数的小窑口星罗棋布在你的圈内。记得以前呢，曾经从洛阳出发到过西北方向的新安县，当时是一个很穷的地方。那里的北野镇的甘泉村简直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生活中的博物馆。村里的墙面、地面的建筑材料基本就是以前烧窑留下来的匣钵、瓷片之类的器物垒起来的。有人开玩笑讲的，老天在这里扔了一块砖，满地的瓷片、匣钵之类的溅得到处都是。旧时遗留下来的窑厂在这里也是满坑满谷，不可胜数。如果从洛阳南下向东南方向前进，就进入了古代的汝州境内。现在相关的名字还有临汝、汝阳、汝州市等等，这条线上的古代窑址更是不计其数。以前呢，对这里的形容叫做两岸百里景观，处处炉火连天。许多小窑口听也没听过，今天赫赫有名的清凉寺窑址、大禹东沟窑以及我们将会讲到的张公相窑址都在这条线上。可以说，要在这样一个窑口林立的地方去寻找某一个具体的窑口，如大海捞针。从上世纪的20年代开始，中国古陶瓷之父呢陈万里就首倡田野考古，鼓励学者呢走出书斋，到各地实地考察，寻找古窑址的遗迹。从那个时候开始，许多学者便开始在这条线上苦苦探寻，寻找汝窑的窑址，但踏破铁鞋无觅处。原因呢是犯了方向性的错误。因为是寻找汝窑呢，很多人就以为就要在汝州的范围之内去寻找，但实际上现在汝州下辖的区域和宋代是不同的。1964年到1977年，叶志明老师呢曾经和冯先明先生呢一起2次赴宝丰清凉寺考察。
他之所以选择当时并不在汝州境内的宝丰清凉寺，是吸收了他父亲叶林志先生发现定窑的经验，打开思路，结合古代文献，扩大范围去寻找。清凉寺这个地方有点特别，它位于宝丰、汝州和鲁山交界的附近。虽然呢在宝丰境内，但实际上离鲁山更近，只有3公里，距离汝州呢最近也要8公里。更重要的是呢，叶老师查阅相关的资料和地方志，了解到清凉寺在古代一直属于汝州的地盘。汝州当时是抚州，下辖宝丰、鲁山等县，特别是到了明清2代呢，汝州成为河南的直隶州，属8府1州，比县高一级，相当于我们的地级市。果然呢，在清凉寺附近呢，叶志明老师呢在一个沟里发现了一片非常典型的天青釉汝窑瓷片。后来经过了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郭衍义先生化验，结果呢与周仁先生20年前曾经化验过的北京故宫所藏的汝窑盘的成分基本一致。后来的事实证明呢，正是这一片汝窑瓷片最终导致了汝窑窑址的发现。但当时因某领导的看法不一，拖延数载，叶志明老师的发现呢，并未立刻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直到1985年，中国古陶瓷研究会的年会在郑州举行，叶志明老师呢委托中央工艺美院的讲师陈英英。后来呢，我考入石伦系之后，陈老师呢也是给我带过考古的课程，他是北大考古系的背景，功底呢非常扎实，我们因此也吃了不少苦头。陈英老师呢携带着为发现汝窑指明方向的叶志明老师的论文，题目叫做《君汝二窑之疑》。当时的论文呢打印了100余份，在会上做了发布。首先提出呢，汝窑窑址可以到宝丰清凉寺寻找线索。1980年9月，叶先生应邀到日本京都呢同志社大学做了钧窑与汝窑的专题演讲，结合宝丰盛产玛瑙的史实与汝窑玛瑙为釉的文献记载，进一步阐释了宝丰应该就是宫廷御用汝瓷烧造地点的论断，在当时呢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恰好在这个时间点上，一个本来名不见经传的人物呢捡到了一件汝窑天漏，对汝窑窑址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个人呢就是河南汝州清凉寺陶瓷厂的员工王流宪。我们呢来看一看他是如何捡漏汝窑，捡漏后又是如何的经历。我们知道呢，在2017年的10月3日，台湾曹兴诚老师的一块汝窑玺在香港斯富比卖了2.94亿港币。我当时在拍卖现场，拍卖的盛况呢至今依然记忆犹新。王流宪捡的漏呢也是类似的汝窑玺，只不过呢它是窑址货，颜色比较深，没有曹兴诚老师的漂亮。王流宪呢是1934年出生在河南宝丰大营镇，第一份工作呢是在县文化馆，对研究陶瓷呢非常痴迷。到1977年呢，直接要求转换工作，到了县城西北面的清凉寺的陶瓷厂，更加近距离的研究陶瓷。在70年代的河南农民家里，别的什么东西可以没有，但有一样东西一定是有的，就是红薯窖。当时的农民呢生活很清苦，河南呢是红薯的主要产地。但那个时候呢，红薯不是用来喂养家畜的，而是人的主食之一。1985年的某一天呢，清凉寺的一户农家里的红薯窖因为大雨呢发生了坍塌，很多窖藏呢甚至于重要的窑址都是因为发生大雨而被发现的。比如说陕西扶风法门寺的地下窖藏的秘色瓷，杭州凤凰山老虎洞南宋官窑遗址的被发现，都是因为大雨。但是因祸得福，塌出来了一块瓷器。当时呢他们叫盘子，实际上呢是一块锡。王流宪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立刻登门拜访，到农民家里呢查看究竟，就感觉到这件东西呢非同寻常，急切的要求想要购买。可能是他的急切心情呢引起了物主的注意，一下子呢人家开价了是600块钱。1985年的600块钱呢，如果在城市里其实也算是一笔不小的钱了。
当时普通人的一个月20块钱的生活费就够了，更何况在清凉寺，汝窑窑址当时还没有发现，当地农民呢生活都是很清苦的，600块钱绝对也算一笔钱，不吃不喝，差不多够王流县1年半的工资。而且呢，王流县当时也算是很冒险，虽然他知道这件喜呢非同寻常，但毕竟汝窑窑址没有发现，对汝窑的认知呢还很混沌，到底算是官窑还是民窑也都不清楚，不是十拿九稳。但最终王流县呢东挪西凑，凑足了600块钱，拿下了这件后来被证明捡了大漏的喜子。和所有自认为捡了漏的人的心理一模一样。王流县呢买了喜子以后呢，急切的想要搞清楚它到底是不是汝窑的东西，是不是为宫廷生产的，同时呢他也清楚搞清楚这块喜的真实身份将会对汝窑窑址的发现产生何等的意义。在1985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陶瓷石论系是当时中国瓷类专业的唯一。中央美院虽然也开设艺术石论系，但重点在美术史。于是呢，王流县就千方百计联系上了我们系。当时呢，叶老师呢就在我们系做教授。王流县于1980年呢联系到叶老师之后呢，就亲自登门拜访，请叶老师来鉴定这块汝窑喜。他的这块喜呢高3.5公分，口径是13.7公分，足径9.5公分，天青釉，釉色呢比较深，满釉裹足枝梢，喜的底部呢有3个支钉痕，满身冰裂纹的开片。总而言之呢，具有典型的汝窑器物的特征。王流县的喜子呢，经过叶老师的鉴定，获得了肯定，是汝窑器物无疑。之后呢，还是在1986年，王流县因为手里的这块汝窑喜，有机会作为河南新加入的会员，于10月25日参加了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在西安召开的学术年会。他以自己的汝窑喜为例，向大会提交了一份相当有分量的论文，题目叫做《试论宝丰窑的历史成就和汝窑的关系》。他的研究文章呢，受到了与会专家的注意。冯先明呢、耿宝昌诸位大师看了他带来的器物，都觉得是汝窑喜无疑，但至于是否是清凉寺汝官窑，没有人敢下结论。但会后王流县的汝窑喜呢，被上海博物馆的副馆长汪清正先生看到，并动了心思。他除了同年冬天派出上海博物馆的研究人员赴宝丰大营镇清凉寺考察，采集了瓷片之外，来年一开春就向王流县发出邀请，请他携带汝窑喜到上海与上海博物馆馆藏的汝窑器物进行对比，以做最终的确定。食宿费呢由上博报销。接到了大博物馆的邀请，王流县呢自然是满怀谢意，然后呢就是谦卑的遵命，其他的一点呢也没有多想。上博方面呢也是恪守诺言，好吃好喝，照顾得挺周到。与上博藏品的对比呢也很顺利，结果呢很快出来，再次证明他的汝窑喜呢是真品无疑。然而情况呢发生了突然的变化。王流县原以为呢检测对比一结束，报销了花费就可以返回清凉寺，但是呢这个时候呢，汪清正副馆长呢找到了王流县，非常郑重其事地通知他，汝窑喜呢属于国宝，他个人不能拥有，也不安全，希望他能够主动选择捐献给国家，具体讲呢就是捐献给上海博物馆。可想而知，这对王流县来说10万个不乐意，换成任何一个人一下子也反应不过来。王流县后来回忆讲呢，说他当时本来就想的是上海那边好吃好喝，报销路费，承诺回程的车票，结果呢办完事之后呢却不让走，相当于软禁，就是说你不交东西呢，不献宝呢就走不了。还是那句老话，胳膊拧不过大腿。最终呢，王流县的汝窑喜成了上海博物馆的藏品。当然呢，按照国家政策，王流县呢获得了国家文物局签章的证书，外加5500块奖励。这样听下来呢，好像有点遗憾。王流县原本是捡了一个天漏，结果呢仅仅得到了5500块。虽然对于当时的一个普通工薪族也算是一笔钱，但终究感觉天漏变地漏了。
但在我看来，其实不然，不能一切仅仅用钱来衡量。应该这么想：文龙县呢，1985年花600块买一块汝窑喜子，时隔不到3年，回报是5500块，将近10倍。这个还不算，文龙县呢因此被永载史册。你说这个漏捡的大不大？还是在1987年，叶志明老师呢再次实地考察，又获得了大量的瓷片，并核实相关的文献，最终证实今日宝丰大营镇原名叫清岭镇，就属临汝管辖。大营镇清凉寺的汝窑遗址就是文献中记载的许多年大家梦寐以求的临汝汝窑址。同年1987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就是今天的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首次对清凉寺进行了视觉，发现了与故宫传世汝瓷相同的天青及天蓝釉瓷片的10余片，确定了汝窑窑址之所在。汝窑窑址呢，它的谜团终于被解开。可以说，叶老师的努力是打开发现汝窑窑址的钥匙。然而遗憾的是呢，2017年的10月底，突然我接到了朋友的消息，叶志明先生病重，住到了北京医院，由于级别不够，竟然不能立刻提供病床。这位叶赫那拉氏的后裔，曾经的皇亲贵胄，父子2代，一个发现了定窑，一个发现了汝窑，为中国陶瓷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真正国宝，被发现只能孤零零地躺在医院的走道。叶老师呢，躺在北京医院走道里的照片立刻就轰动了文博界。有人感言呢，原话这么讲：悲凉到了极致，这位蜚声中外的古陶瓷研究学者蜷缩在医院的走道上，如同今天冬季的枯叶一般。这种医疗待遇与他的学术地位、学术影响是极不相称的。像叶老师这样的遭遇绝不是首例。我们知道，收藏界的另一位重量级人物，把自己一生所有的藏品捐献给国家的张伯驹，去世前也是因为级别问题呢，未能得到良好的医疗照护。美学大师宗白华先生当年求医的进因职称未上副教授，而被北医3院拒绝。算了，这些不多说了，只希望呢，叶老师是最后一位因体制的顾忌而受到不公平对待的非常值得我们尊敬的人。汝窑窑址的发现呢已成事实，那么汝窑有没有可能就是文献中所讲的北宋官窑呢？汝窑官窑说能否成立呢？要了解这么一个问题呢，就必须一起来看一看汝窑窑址考古发掘的结果能够告诉我们什么答案。不过首先呢，还是先看一点点文献。记录北宋晚期官窑最早的文献，南宋就有2个人，一个是顾文建，另外一个是叶志。顾文建的《复宣杂录》这么讲：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盲，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宣政间京师自制窑烧造，名曰官窑。后半段讲的是南宋的官窑，我们先放一放。这段记载实际上讲的是北宋时期宫廷的用瓷制度从继承前人的惯例的贡玉瓷到设置官窑独立烧造的变化。它是从审美的变化讲起，即本州以定州白瓷器有盲，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贡玉的制度呢，其实在唐代就有，到宋代呢仍然被继承，但最终呢还是发生了制度的变化。而且顾文建讲出了这种制度变化的明确时间，宣政间，也就是公元的1111年到公元的1125年。宫廷的用瓷制度呢，从下敕令在并非官窑的民间窑口定烧贡献瓷，改为由宫廷自己置办窑厂烧造。这里面最有争议的就是对京师自制窑烧造中的京师2字到底指地点呢，还是指代宫廷？指地点的话，那就是说在都城内设窑烧造。如果指宫廷，有学者就认为，那么烧造的地点呢，就有可能在外地。这也正是北宋官窑汝窑说的由来。带着这么一个问题，我们来看一看汝窑窑址的发掘报告。汝窑窑址发现以后呢，第一次发掘是在1987年，
截止到2014年呢，先后进行了12次考古发掘。这些发掘出来的大量实物呢，所提供的信息能够解读出来很多东西。考古人员呢，将整个汝窑窑址发掘区呢分为4个小的区域，在前3个区域中，所发掘到的基本都是普通的民用瓷器，但是在位于窑址的西北面，靠近清凉寺村的第4区，东西长约80米，南北宽约60米。面积为4800平米，经过2000年到2002年连续3年的发掘，发现了厚达20厘米的瓷片的堆积层。而在这个厚达20厘米的瓷片的堆积层中呢，几乎全部是天青色的汝窑瓷片。这些瓷片的品质非常高，具有官做的性质，表明这个区域呢是属于烧造高等级天青色汝瓷的核心区域。现在呢，这个区域已经被他们官方称为汝官瓷生产区。另外呢，根据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先生的分析呢，他认为高等级具有官做性质的实际生产区呢，可能更集中，比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核心区的面积更小。相比整个清凉寺的窑址约30万平方米的面积呢，这个区域可能所占面积不足窑址的1/60。我对这个核心区域，也就是第4区的窑址的所在位置呢，很感兴趣。整个大营镇清凉寺村呢，它是北面、东面、西面3面环山，有东西2条河流经村庄，2河在村庄的东南部相会，被称为叫响浪河。地势呢是西北比较高，往南接近响浪河汇聚的地方呢比较平坦。汝窑瓷的生产的核心区，也就是第4区，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呢，不占据任何优势，位于整个窑址地势比较高的西北角，靠近清凉寺村，但距响浪河和清凉寺窑址的中心区域呢比较远。前3区占据了地势平缓、靠近河流的明显对生产瓷器具有优势的地带。汝窑的窑址第4区所选择的这个位置呢，比较耐人寻味。经过发掘勘探呢，证明在清凉寺遗址生产的早期阶段，第4区呢并没有窑业遗存，它一直要到北宋的后期才开始出现窑业的堆积。看起来和其他的区域相比较呢，这个区域看起来是最晚才出现的，但是呢，它生产的品种则是最高档的，明显带有官窑性质的瓷器。因此呢，相关研究人员得出结论，这里作为整个窑区最高水平产品的生产区域，或许呢，它不是窑业生产发展中自然形成的结果，而是一种人为的选择。它带有脱离大规模生产的区域，独立进行生产的这种意向。同时呢，在第4区的 T28 的这个窑址内呢，它的瓷片堆积中呢，天青釉的汝瓷呢占据了99%，表明这个区域呢曾经在某一段时间集中生产了天青釉汝瓷。换言之，天青釉汝瓷集中生产阶段是这个区域的唯一产品，这与清凉寺窑址其他区域的生产情况具有很大的差异。另外呢，发掘报告显示呢，第4区域虽然小，但是具备了整个烧制工艺过程的全部环节，从备料、成型、烧成、成品的储存、废料的堆放一应俱全。这个情况呢非常例外，因为由于经济效率的考虑呢，以商品生产为目的的窑厂生产区汇聚呢，有明确的程度较高的分工，不同的功能区呢会针对某功能来生产。像第4区这样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窑厂，显然不是用来生产民用产品的，而且这种生产方式呢，生产出来的产品也是普通民用承担不起的。这些现象再说明，第4区似乎就是单独列出来的生产某一类产品的重点窑口。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其产品特征，有更多值得注意的地方。经过第4区的考古发掘分析呢，这里生产的产品分为2个阶段，初创期和成熟期。初创阶段的产品与传世汝窑呢差距很大，而与汝窑的其他窑口的器物呢品质雷同。
比如初创期的器物呢，底足多是裹足、刮釉、电烧，炙烧的也有，但是呢，制钉痕呢明显偏大。那么第四区所发现的瓷片和传世汝窑相比，属于同一类吗？这个问题经过相关人员的比对研究，已经有了明确答案。根据第四区的发掘报告，清凉寺窑址第四区生产的成熟期产品与传世汝窑器物相符。发掘报告显示，汝窑成熟期的产品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此期发掘出土的各类瓷片多达50万片，其中的天青釉汝瓷占99%。器物的造型呢，与初创阶段以及其他窑口的产品相对比呢，有明显的不同，而与清宫旧藏的汝瓷有诸多相似之处。比如说高耳外卷的圈足。器物类呢，不仅包括碗盘等，还可见到能够体现宋代人精致生活方式的茶、酒、花、香器和瓷素等陈设用具。釉色呢，它以天青、淡天青为主，淡青釉、青绿釉呢也有一定数量。釉质呢匀净温润，釉层较厚，布满了小开片，胎色有灰色和浅灰色为主，也有少量的灰褐色，胎质比较细。器物的造型都十分规整，制作也很精良，以素面为多，只有少量的刻花、华花装饰。多数器物采用裹足炙烧，制钉细小如芝麻，就我们常讲的芝麻钉，少量为裹足刮釉电烧，但均施满釉，采用这种匣钵单烧，表现出制作上面的要求很精细。讲到这里呢，很清楚可以看出，第四区的产品应该就是目前各博物馆传世汝窑藏品的生产地点。初创期和成熟期似乎也在印证顾文健《复宣杂录》所讲的贡玉瓷器到京师自制窑口烧造这个时期的转变，即从本朝以定州白瓷器用王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的贡玉阶段，到宣政间京师自制窑烧造名曰官窑的独立设厂生产阶段。那么还有一个问题，顾文健的《复宣杂录》中不但讲了京师自制窑烧造这件事情，还讲了具体的时间，宣政间，也就是说从公元的1111年到公元的1125年，这个时间段和第四区成熟期的时间段相符吗？关于这个问题呢，我在发掘报告中还真找到了答案。在2000年到2002年的发掘中，在汝窑初创期的地层中出土了2枚元丰通宝。元丰通宝是北宋神宗赵顼元丰年间铸造，就是公元1078年到公元1085年。另外还有元佑通宝1枚。元佑通宝是北宋哲宗赵煦元佑年间铸造，就是公元1086年到1093年。这几枚钱币为汝窑初创阶段，也就是可能的民窑贡玉器的烧制时间提供了重要依据。在属于成熟期汝窑的主要遗迹1号作坊的料泥层中的最底层，发现了铸于宋哲宗元符年间，也就是1098年到1100年的元符通宝，以及北宋徽宗政和年间铸造的政和通宝各1枚。政和通宝就是公元1111年到公元1117年这个期间铸造的。据此呢，成熟期汝窑的烧造时间上限应不早于政和年间的1111年到1118年。汝窑瓷的停烧时间不会晚于北宋末年的靖康2年1127年。这个时间段呢，和顾文健的《复宣杂录》中所言的宣政间京师自制窑烧造的时间段高度吻合。这种吻合呢，我认为绝对不是简单的巧合。讲到这里呢，可能有人会问，顾文健的《复宣杂录》可靠吗？值得信赖吗？我觉得是非常可靠的，原因如下。顾文健是南宋诗人，《复宣杂录》呢是他晚年休闲在家时写的，把自己一生观察所得汇总写成杂记。复宣二字呢，既有向帝王表忠心之意，也有冬日休闲晒太阳的意思。想象一下，一个休闲在家的退休老官员，
为了继续向帝王献忠心，也为自己的道德名节晒着太阳，洗着杂路，不再有复杂的人事纠纷、功名利禄之心。再加上是南宋人写北宋晚期的事情，应该是比较可靠的。官窑在其书中呢，只占有很小的篇幅，几乎是一笔带过，应该也没有什么必要胡编乱造。最关键的，晚年的南宋人顾文建绝对不是信口开河讲故事，对于北宋末年的许多事情，风土人情、人事变故，他很可能既是旁观者，也可能是当事人之一。所以我个人感觉呢，顾文建的《赋轩杂录》作为解读北宋官窑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文献。另外，如果我们再继续通读全文的话，把南宋的部分加进来，会发现更多有价值的内容。中姓杜江，习徽宗旧制，制窑宇修内司，造清器，名内窑，成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澈，为世所珍。后交谈下别离新窑，亦曰官窑，比旧窑，大不谋也。如果我们了解一下南宋官窑的实况，就会发现他的这段话呢，已经被事实验证。上世纪的50年代，南宋交谈下官窑窑址已经发现，而近些年杭州凤凰山老虎洞南宋修内司官窑的窑址也已确定，充分验证了顾文建所言的南宋官窑是真实可靠的。同样一段文字，后半部已被证明是真实可靠的，难道前半段会是信口开河吗？经过前面诸多方面的分析呢，似乎可以证明北宋官窑和清凉寺汝窑确实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看起来呢，好像可以对我们开始提出的问题，即北宋官窑和清凉寺汝窑是一回事吗，做出肯定的回答。但我呢，不想过早下结论，仍然认为这个只是一种说法，原因很简单，火候还未到。